中国军工有哪四大黑科技，都各自具有怎样的威力？这对于中国军工的发展有何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近年来中国发展的速度十分迅速，这就使中国在各领域上都取得了十分巨大的发展。这也使中国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这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将使中国进一步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此外，由于中国取得了飞快的发展，这就使中国加大了对军工科技的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促进了中国军工科技的升级。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军工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尤其是在黑科技上的使用，这就极大促进了中国军工业的蓬勃发展。那么，中国军工取得如此大的发展，都运用了怎样的黑科技呢？并且都发挥出了怎样的作用？都有着怎样的影响？对此，有分析网站列出了中国军工四大黑科技，这些也在中国军工领域上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核动力轰炸机五星之光。关于中国五星之光核动力轰炸机，此前有外媒报道称，中国正在研制这种新型核动力战略远程轰炸机，其代号为五星之光。一旦该机问世，将把中国的战略核威慑水平提高到空前高度。据悉，中国五星之光核动力轰炸机的巡航速度为 3.6 马赫，可在大气层中不停留高速飞行3个半月。机上带有170组到211组核弹，佩戴核弹的多少将与它要攻击的目标的密度和规模而定。就是因为中国五星之光战略轰炸机具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这就使美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情报官员发出感叹：如果有一架这样的轰炸机飞到美国，那就是有10个美国也要玩完。这也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中国的这款核动力轰炸机感到十分畏惧。正是由于其具有如此巨大的威慑力和破坏力，才使中国加快对其的研制。现如今，随着中国对其的研制不断深入，这就加快其正式问世。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在歼35战机上用的 3D 打印技术。关于中国歼35战机，其作为中国最新的舰载机，是专门为中国003航母所量身定制的。这对于中国舰载机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对于其的发展，沈飞也是做了很多的调整。相较于前2个版本，沈飞对这款歼35做了较大改变。首先是对外形进行改进，主要是改机翼，机翼的翼展要大，后掠角可能会减小，翼面积要提升，这样减小它的翼载荷和低速飞行时的诱导阻力，提高低速飞行时的升力系数。另一个是要换装效率更高的增生系统，比如襟翼，需要将简单的放下式襟翼改成后退式的开缝襟翼，它的增生效率就可以增加很多。那么翼展和翼面积扩大之后，它占用甲板的面积也必将增加，这时候就需要折叠机翼，节约下来的面积就可以尽可能多的摆放更多的舰载机，以扩大航母上舰载机的容量，扩大航母的使用效率，从而就使得歼35战机可以发挥舰载机的最大优势。而对于歼35较大的改变，就是在其外形的设计上，而采用的这项黑科技就是中国 3D 一体化打印技术，而就是这项技术就使得可以达到让歼35战机减重的效果。而随着歼35的大幅度减重，就可以大大的节省飞行成本和大大提高飞机的隐身性能，从而能够实现一举两得的目的。正是运用了 3D 机打印机床技术，这使歼35战机的飞机结构有了针对性的优化设计，而使歼35战机被设计成为一个整体，再通过 3D 打印机床技术直接将歼35战机打印出来。这样做就省去了绝大部分的拼接结构，从而使歼35战机的空重大大减少。此外，由于歼35具有后发优势，其使装载的先进设备、外形的隐身优势，以及领先世界的隐身涂料，因此使得歼35战机的一体化机体设计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从而也使得中国歼35战机的隐身性能可以与美国 F-22战机处于同一水平，甚至有可能实现反超。长征火箭变东风导弹，国之重器。据悉，长征7号已经装备了中国新一代火箭发动机 YF-100，该款发动机采用了高压补燃技术，其推力比前一代发动机提高 60%。中国科学家们正在利用长征7号火箭技术研制新一代4氧化二氮偏二甲苯燃料，如果能够成功实现，那么就能够大幅度提高推力，
这将使中国有望把东吴现有的3吨投掷重提高到4到5吨，以便可以发挥出更加巨大的威力。这将是很惊人的重量，因为俄罗斯的 SS-18撒弹的投掷重量也才4.5吨，弹头当量最大2500万吨。所以中国一旦成功的话，这就将会使中国新东风5导弹完全可以与俄罗斯的匕首导弹一较高下，甚至也可以和俄罗斯撒旦导弹萨尔马特弹道一同交流，而且完全不落下风，甚至还有可能实现超越。正是由于有这项黑科技的加持，这才使长征火箭能够完成华丽蜕变，成为威力强大的东风导弹，以此来发挥出更加强大的破坏力。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4. 空中航母彩虹 T4 无人机。据悉，彩虹 T4 无人机是中国研发的一款新型无人机。这款无人机与此前对外展示的攻击型无人机有很大区别，它没有安装任何武器系统和制导系统。它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它机翼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中国彩虹 T4 无人机在严格意义上属于一款太阳能无人机，主要是以太阳能作为发动机能源，且有专家表示，彩虹 T4 所使用的黑科技就在于其动力，其采用太阳能作为动力，为了可以获得充足的太阳能，所以彩虹 T4 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超过了2万米。因此，中国彩虹 T4 无人机可以在2万米的高空驻东风2D打击航母，这一高度也被美军视为很难将其击落的高度，除非使用标准3型远程防空导弹。由于彩虹 T4 无人机所具有的超高性能，就使其不容易被打下来，因此也才有了空中航母的称号。值得一提的是，有专家表示，中国彩虹 T4 无人机虽然在飞行速度上与美国全球鹰这类型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侦察无人机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对于一款长时间跟踪和探测的无人机来说，1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就足以应对侦察任务。此外，如果美军海军航母战斗群在太平洋海域出现的话，中国完全可以使用侦察卫星和彩虹 T4 无人机的搭配进行长时间的跟踪和探测，这就使得美军航母的一举一动都在其掌握的范围内，能够对其实行紧密跟踪。如果在战时，还可以为反舰弹道导弹、反舰导弹和核潜艇提供位置数据，从而成为摧毁敌军的利器。因此，正是由于中国彩虹 T4 无人机运用了这项黑科技，这才使其发挥出更加强大的破坏力，以此可以达到更好的破坏效果。这对于其性能的提升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意义。以上就是中国在军工武器上运用的4大黑科技，而且每项黑科技对于中国军工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加快了中国军工行业的发展，为中国军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并将进一步推进中国军工行业的发展，加快促进中国军工行业走向世界的步伐，并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意义。